第170章冰凌寒拳到手。浑浊的老眼紧紧地锁定着桌面上的小玉瓶，半晌之后，古特舔了舔嘴，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来，将玉瓶抓进手中，将之放在鼻下，轻嗅了一口那浓郁的紫气。顿时他便察觉到体内那本来犹如乌龟速度一般的运转的火属性斗气变得活跃了许多。啧啧，好东西！感受到体内斗气的变化，古特苍老的脸庞上浮现一抹讶异，惊叹地咂了咂嘴，沉吟了一会，忽然地转过身，在一旁的垃圾堆里翻找了一阵，最后抽出一个水晶碟子以及一支空心的细针，将细针探进玉瓶之中，轻轻一捏，吸满一针管的紫色液体，然后谨慎地点滴在水晶盘中。随着紫色液体被点滴在水晶盘中，萧炎与古特都是能够看见那滴紫色液体之中隐隐有着紫色火焰在跳跃。这东西紧皱着眉头，古特沉思了片刻，忽然转身从一处隐蔽的石板后取出厚厚的书籍，然后将之翻开，快速地翻看着，似乎是在寻找着什么。瞧着古特的行止，萧炎心头不由得有些诧异，这看上去其貌不扬的老家伙，难道竟然还能辨认出这半生紫金元不成？目光瞟了瞟桌上的小玉瓶，萧炎脸皮便是有些肉痛的抽了抽，要不是冰凌寒拳对他来说实在是太过重要，他绝对舍不得拿出半生紫金元来交换。这东西可是修炼火属性功法的最佳辅助道具啊，有了它，修炼之时可能够节省不少苦修时间。当初在魔兽山脉，萧炎总共便只得到6瓶半生紫金元，曾经在修炼之时一滴滴的添了小半瓶，所以现在萧炎手中紫金元的存货已经仅仅只有5瓶多一点了。可如今为了得到冰凌寒拳，他也不得不将之拿了出来。这5瓶半生紫金元几乎每一瓶都能说是无价之宝，论起稀奇价值来说，绝对不会比冰凌寒拳逊色。毕竟半生紫金元的获得可不比任何显帝要轻松许多，光是那斗皇级别的紫金翼狮王便能让得无数人心有余而力不足。找到了，找到了！在萧炎心中肉痛之时，那不断翻看着书籍的古特忽然兴奋地大喝道，有些好奇地将目光投向那书页泛着古朴的书籍。萧炎能够模糊地瞟见，在那页面之上，一头全身包裹在紫金中的巨大生物正在仰天长啸，而这巨兽则正是那紫金翼狮王。半生紫金元，紫金翼狮王所产，与小兽同生，可几率极微，100年难得一求，对于修炼火属性功法者当属万金难求之宝。啧啧，小家伙，看不出啊，你竟然能够搞到半生紫金元这种奇物。将书页上对于半生紫金元的资料阅读了一遍，古特忍不住的惊讶道，偶然得到而已。萧炎淡淡的笑了笑，抬了抬眼，望着那视线一直没有离开过小玉瓶的古特，轻声道，怎么样，古特大师，我拿出来的东西你可满意？闻言，古特眼珠转了转，仰天打了个哈哈，手中的细针轻轻敲打着水晶盘，笑眯眯的道，小兄弟啊，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呢？萧炎。萧炎微笑道，嘿嘿，小兄弟，那个，既然你是在寻找冰凌寒拳，那么它是如何的稀奇，想必你也清楚吧？古特含笑道，哼，自然是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我何必将半生紫金元这种奇物拿出来？萧炎微微一笑，心中却是冷笑着撇了撇嘴，这老家伙还真当他是小孩吗？哎，这么和你说吧，你的半生紫金元的确也算一件奇物，不过你也清楚，这东西只对修炼火属性功法的人有效，这般可是限制了它的价值啊。古特斜瞟了一眼萧炎，说道。萧炎淡淡笑了笑，却是缓缓地伸出手来，将摆放在古特面前的小玉瓶抓了过来，然后小心翼翼地盖上瓶盖，抬眼望了望冲着自己干笑的古特，微笑道，古特大师，你也别把我当傻瓜忽悠，你我都清楚半生紫金元对修炼火属性功法的有多么巨大的效果，很多炼药师为了得到它，甚至不惜倾家荡产。呵呵，你也别急着反驳我，真相究竟如何，您收藏了几十年的宝贝，应当自己最清楚。你这般贬低我拿出的半生紫金元，无疑是想提价，不过我也把话放在此处吧，这紫金元我只有这么1瓶，你换也好，
不换也罢，我就只拿得出这东西，全身上下也属它最值钱。如果你依然觉得这不够分量的话，虽然我很需要冰灵寒泉，那我也不得不选择放弃了。萧炎摇了摇头，似乎是有些惋惜地叹道：惊愕地望着忽然变得做起事来没有丝毫拖泥带水的萧炎，古特嘴巴微微张了张，他没想到耍了一辈子无赖，今天竟然也遇见了一个在他面前耍无赖的后辈了。浑浊的老眼眨也不眨地盯着萧炎微笑的面孔，半晌之后，古特摇了摇头，同样是无奈的道：既然这样，那么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这笔交易或许得失败了。闻言，萧炎脸色不变，笑着摊了摊手，惋惜地摇了摇头，手掌一翻，便是将手中的小玉瓶收进了那戒之中，站起身来，拍拍屁股，对着古特微笑道：那么便打扰大师了，这是我最后一天在黑岩城停留，明天我或许便得离开加玛帝国了，希望日后有机会再交易。说完之后，萧炎洒然转身，颇为潇洒地对着房门处大步走去。在听得萧炎即将要离开加玛帝国的话后，古特放在大腿上的手掌明显颤了一颤，不过他却并未立刻开口，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萧炎的背影，嘴唇微微哆嗦着。房间之内一片寂静，只有着萧炎重踏地面的轻微闷响。背对着古特，萧炎望着那越来越近的房门，保持着微笑的脸庞上也是浮现了许些冷汗。他真的很需要冰灵寒泉，然而现在的局面，只要他一表现出迟疑，那犹如老狐狸一般的古特绝对不会放弃横宰自己一通的机会，到时候仅有的5瓶紫金元恐怕将再次缩水了，这对于萧炎来说无疑是一种极为让人肉痛的结果。所以为了尽可能的压榨交易条件，他只能表现得如此决绝。妈的，这老混蛋定力也太强了吧，难道紫金元对他真的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房门已经近在咫尺，然而身后依然是一片安静。萧炎不由得在心中紧张地怒骂道：4步3步2步。心中默数着距离房门的脚步，待得最后一步时，萧炎心中缓缓地吐了一口气，手掌也是有些颤抖地摸在了门把之上。手掌紧握着门把，萧炎略微沉默，然后猛地一咬牙，心中一狠，就欲开门而走。然而此时身后却终于是传来了那让得萧炎如卸重担的苍老声音：小子，回来吧，你赢了，我这一生还从未见过半生紫金元，因此你很幸运，如果换个其他东西的话，或许你今天还真的要空手而归了。苍老的声音犹如一道怒雷一般，将那紧紧压在萧炎心中的巨石砸碎了去。而萧炎在松着气的同时，却是愕然地发现自己后背竟然不知何时已被冷汗打湿，若不是这炼药师长袍做工颇为不错的话，恐怕还难保不会被后面的古特发觉什么。手掌不着痕迹地抹去脸庞上的冷汗，萧炎缓缓地转过身来，踏着轻松了许多的步子，在古特那无奈的目光注视下，再次来到桌旁，然后一屁股坐了回去。坐在椅子上喘了几口粗气，萧炎抬头对着古特笑了笑，全身有些无力地从那戒中取出小玉瓶，将之轻放在桌面上，笑道：古特大师多谢成全了。无奈地摇了摇头。古特抓过小玉瓶，旋即满脸迷恋地将之捧在手心，深嗅了那股气味，满脸的陶醉。当年听某个混蛋给说过这半生紫金元，不过却从没亲眼见过，今日算是有幸了呀。瞧得古特那迷恋的模样，萧炎微微有些恶寒，这老家伙对什么都没兴趣，可却偏偏对这些奇物有着变态的喜爱，这就犹如暴虐好色的君王对绝色美人那般的喜爱一般。古特大师能否将冰灵寒泉拿出来给我看看？轻咳了一声，萧炎无奈地提醒道。被打扰了陶醉的情绪，古特有些不耐地瞟了萧炎一眼，哼哼道：给我等着，不准乱碰东西。见到萧炎点头后，他这才拿着紫金元转身在一处墙壁上胡乱地敲打了一阵，然后随着轻微的闷响，一个洞口出现在了墙壁后面。坐在那里不准动。再次对着萧炎恶狠狠地嘱咐了一声，古特这才弯身钻进洞中。坐在椅子上，萧炎倒未有所异动，有着要老灵魂感知力的封锁，这老家伙绝对搞不出什么花招出来。在静等了片刻之后，
古特手捧着一物，再次钻了出来，将墙壁上的洞口堵死之后，古特转身将手中那足足有脸盆大小的白玉盒子放在桌上。白玉盒子被密封得极为完全，除了上方的开启口之外，没有丝毫的空隙。虽然隔着一层白玉，不过萧炎依然能够察觉到从里面隐隐渗透而出的冰冷。有些不舍地拍了拍玉盒，古特小心翼翼地将玉盒那密封的盖子揭了开去。随着盖子的离开，顿时一股冰寒的雾气便是缭绕而上，瞬间屋内的温度便是骤降。没有在意降低的温度，萧炎目光急忙投向玉盒之内，只见在那玉盒之中被整齐地码制了一层厚厚的结冰，而在那结冰中央，一个小小的胭脂玉瓶摆放其中。在那玉瓶周围，寒气缭绕，有着动人心脾般的冰冷。望着那渗透着寒气的小玉瓶，古特叹了一口气，将之推向萧炎，淡淡的道：“拿去吧，这便是你想要的冰灵寒泉。”